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居然住着这样一户人家。清晨5点半，雾还没有散，这位老人家就已经推开那扇吱吱作响的木门，扛起锄头往地里面走。这户老人家每天的日常就是早出晚归，每天都把周边的这些荒山开发出土地，耕种一些水果蔬菜，来换一些生活用品。这位老人家姓陶，我们跟陶大叔聊了一下，他说他们家在这里住了8代人，很早很早就开始在这里居住下来。年轻人有时候都出去打工去了，不愿意在这里。那他呢，出去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还是想回来这里居住，因为这里的空气非常舒适，再加上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上一代人祖祖辈辈留下来的痕迹，也是对祖先的一种怀念。这个山路比较窄，然后我们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再加上这里有一个门，有一个木门，然后车也开不进去，那我们只能徒步往里面走，去探访一下住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这位老人家，我们去了解一下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这个老人家在这里住了有多久呢？你们觉得？你们通过下面这个路，我觉得应该是很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你看嘛，有这么宽，而且也长了这么多杂草，而且有的草都枯萎了。枯萎的情况就证明是经常被碾压。我们一般同行的还有2个朋友，一个是乡村阿杰，还有到远方。然后我们给这位老人带来一点这个贵州的一个老酒酱酒，然后冬天来了，然后在上面希望他也能给他抗寒啊。我们走到这里之后，第一视角看见的就是这个老房子。这种老房子在贵州来说相对比较多，特别是在这种古老的村庄。你看嘛，就是上面是瓦片，然后中间这个框架主要是由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木材，用榫卯式的这种工艺方式把它架起来的。但是这个老房子，我们发现，你没发现有一个独特的方式？它这个角啊，你看，它这个角是用石头垫起来的，对不对？你看嘛，就是不是直接扎在这个土地里面的。这里还有一些平常用的农作工具，这个你们有没有谁见过？这个应该是装这个稻谷或者玉米，然后这个就很古老了，这个我小时候就见过，这个是稻田里面那个稻谷熟了以后，用割下来，然后使劲在上面敲打，让一颗一颗的这个稻谷掉在里面，然后再拿回家翻晒，翻晒以后才能出这个大米。那我们现在去顺着这里，看没有？应该要走到上面去，才能找到这位深山老林里的老人家。这个地方真的不是朋友来过，那我们可能真的也是找不到这样子一个非常隐蔽又舒服的地方。顺着这个台阶，现在我们从这里走上去。哇，这个有点漂亮呢。这个以前应该是用于这个
打东西用的。怎么打呢？就是把这些食物放在里面，用木头来敲打，打碎、捣碎，这个叫。你看这个磨盘，这个我就认识啊，这个是磨盘，对不对？但这个磨盘特别的漂亮，这个是做成一张茶桌，你看那里流水，这一道茶也是非常的漂亮好看的。好，我们往上面走。好，时来运转，哈，踩踩。时来运转。你看这石头上面都长满了青苔。这个山路边，我们刚刚就是从对面开车开过来的，然后开到下面了，所以说就要步行上来，因为车子已经开不进来了。你看，现在走这种小路，你住在这上面都不知道多久能出去一次。在上面，但是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就是空间好，然后不花钱，对不对？这住在上面非常的能存钱，所以说真的是生活上的净收入啊！嘿，是往哪边走呢？这边走吗？应该是往这边小路。哇，这上面看没有？这里还种有地，这个小葱拌豆腐哈。这个地，它肯定里面种的这个是萝卜，因为我看那个叶子应该像萝卜。这个应该是这位老人家慢慢的把它耕种出来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左边，你看左边这个峡谷，真的，因为两山之间看见没有，形成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深山大峡谷，太高了。在这个大山顶上的一位老人家啊，去看一下他的生活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上面是怎么样去生活的，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吃饭啊，然后生活上的急需物质的啊。那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往这边，这个山间的这个田坎小路不太好走，所以要慢一点哈，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住在大山深处的老人家的一个生活。大哥在上面，然后我们现在走过去，我隐隐约约听到狗的叫声了，听着狗的声音好像有点多了。真的，你看，哇，应该有两条狗。你看这个狗一直在叫，啊，有3条狗。你看这个，这个路。对面那个，刚刚我们在对面玩嘛。我们跟那个乡村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认识你的，他在后面。那个还有一个以前没来过的。他来过的。啊，对。对。
哦，你们是哪个地方的？啊，对，我们是他朋友。刚才我们在啊，我们来他家玩，对，然后玩，然后他介绍我们过来转一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朋友也认识你的嘛，叫阿泰。阿泰，他这印度人的。那里，阿泰在那边，叫乡村阿泰。阿泰你认识的吧？他来过，还记得他吗？那个蛙子哦，啊，那个蛙子对。阿泰，乡村阿泰，走了啊。来了，现在这次也跟印度的哦。跟我们一起来他在后，边来了。啊，对哇，那个红薯好好，这么大。然后所以说我们来，那个红薯。你们看一下哈，这个都是这种木屋、木房子，就是那个瓜娃子，是不是这样子？瓜娃你子。们看哈，这里好多柴火呀，他平常收捡了这么多柴火，在这里，特别的舒服。我们要采访好多。我就是昨天我就。桃啊，你在这上面住了好久了？包人桃啊。啊，我晓得包儿桃嘛，陶渊明的陶了嘛。你住了好久了这上面？我原来就在这啦。住了几年了？你记得不？我们是历史原来就在这啦，但是。几十年了哈。搬到这来800-900人的。哦，800-900人，但是我看这边没有看到几户人家的。要现在那个东这些个呢，就没有带事了。你们咋不想住到城里面去呢我？都在没有带事了，我昨天才到这来了。昨天才上来。哦，现在嘛，出去打工没得那个药了。哦，就这样才是舒服，空气好哈。哎，空气倒是可以。这个也都是你自家以前一手一手的建造起来的。这房子是以前。啊。这哈儿是我原来的灶房哦。哦。那我的圈呐，那是我的。哦。这房子。哦，你还是把这上面打理得比较井井有条的。哎，我们看了一下，有菜地啊，还有下面有菜地哈。我最后在这来我在整的。哦，可以的。在这里做点菜下，就是搞点那些个美食，就没搞那。现在就你一个人住上面啊？哦。他住在这边。哦。这个地方风景好。老人家住的这个环境哈，这边你看他有一个菜园子自己的，你看这个蔬菜长得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茂盛的这蔬菜。然后刚刚我们跟他交谈了一下，他说他在这上面住了8代人，所以说一直都觉得有点念旧，所以说还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在上面住，都出去打工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就是说有时候还是想回来看看，而且想在这里待着比较习惯，因为毕竟是祖上的代代，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然后有一点就是说念旧，有点怀念，所以他要守着这块土地，就像守着自己的家人一样。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周边。你看这个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喂猪用的，以前喂猪的那个猪饲料的一个猪槽，就像我们的饭碗一样的猪的饭碗，猪饭碗，应该这样讲，你们就明白了。那里还有一个大一点的，然后再往这边去看一下，这上面还有什么？我发现那边应该有养蜜蜂，因为那里有一个，看没有？我们就不过去了。那石头上面那个是养蜂蜜的。这里条路有条小路下去，不知道去哪里，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看到风景呢？哎呀，哇，这里好像是有一条小路，应该是下山的路。好，那我们还是回去看一下这位老人家的这个在山上的一个生活方式。好，一般用电啊、用水机都还是方便的嘛。水方便啦，我们水政府都给我们这边了，但是远没得好远，我们搞哪管出来，弄了我们个人去整呢。我看你这里还有一些这种农具哈，这应该是以前的农具嘛。哦，这些是。
啊，就说这些农具应该现在也没有怎么用了哈。没得用了都得了，我还有。啊，就是他把长然后应该是在上面，你大部分是还是烧柴火用。你看，我看你堆了很多这种柴。我在这里都是烧柴火。啊，那冬天家在上面冷不冷？冬天家就烧柴火。啊，你还是能讲普通话的吗？我烧柴火，我比他们烧个电炉子还要矮一点。对，烧那个电炉，它烤暖的这个范围不是很大。光是烤这面，这面就烤不到。对，然后烧柴火的话，一个就是它没有那么烤得比较干人，而且一个就是方便嘛，像你们在上面，有时候烧点水啊也方便。像我们那冬天一冷季的话，这个脚啊，做的这脚啊，后面这脚跟这长冻疮，会不会长冻疮？做的红安冷来讲。哦。那我看旁边那里不是还有一个大哥在那里种庄稼？他是在做什么？他不是真的是。那几乎你们在这上面应该也没有什么庄稼可种了。没有。就是相当于上来在上面。实际我们吃的生活都是在下面嘛。啊，所以说相当于在上面住的就是修身养性，对不对？哎呀，一个是这里空气好点，空气好点呢，在这里嘛就是空气好，这里菜一些种的那些，种的那些粮，像那咱们种点油菜下，整这个东西嘛是整的是床。像这个房屋它结构牢不牢固啊？像下雨呀。下雨我这现在盖的那个是浪的嘛，树叶子的嘛。啊。就那种树叶子了。就怕下雨天，然后刮大风啊、下大雨这种，就是怕有安全隐患呢。没得那个影响。这房子是不是老以前的这个？我这个树叶子最起码得管个10几20年。这样，它不漏雨，其实因为是它是上面我盖的草，它就是它经不起高温了嘛。我是怕刮风，刮风应该刮不进来这里面哈。啊。我这个都不怕，看看我们那里很多柴火。一般在我们那都是好多年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那种。我可以参观一下不？可以。烤火的地方。没事。我那些我从一边生活那个灾情这些，我们这一套。你这边主要是哇，里面还有个这个是厨房是吧？我也在这里，我也给人在这里看看。哦，这是放这个生活用品，这边是一个厨房，还没得。有啊。这个灶台。哇，这个灶台这个地方太唯美了！你看这个天窗，可能这个就是这个窗户。可能是白色的这个油膜纸做的，但是可能长时间在上面做饭这个油烟已经把这个油膜纸的颜色都改变了。你看，像一道黄光。再离远一点看，像不像外星人和机器人的这个电光灯？真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好有一番这种氛围灯一样的感觉。您看，原来它在这里是一个厨房，然后这种灶台是烧柴火用的，你看嘛。这个是灶，这里是烧柴火的。你看，哇，这个地方真的烧点柴火，这里烤起特别暖和。你看，你再看，这里做饭，你看这个正面这个地方，是不是啊？这个光特别漂亮。好，这个是吃做饭的地方。我们再到周边去逛一下。这边也是一些堆放农物，以前的肯定是农作物的一个工具房了。这里应该在这边，我们去看这旁边。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房间，这应该是睡觉的地方，因为这旁边都挂满了衣服，肯定在这里睡觉。你看这里就是边上，
这边太多柴火了，因为刚才那个老人家说，在这上面都是用柴用的比较多，所以说有空的情况下都是去上山打一些柴来放着。这里你看，这里就相当于是砍柴的地方，把柴修剪好了就把它堆放在这里。然后这个山上他们有时候还会在上面去，看到没有？去做一些农作，就是种一些水果呀，或者比如说做一些就是本地的一些山药啊，然后农特产啊，解决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上面吃饭的一个问题，啊，也不用跑到外面去购买了。刚才我还问大哥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房子，的话，就是说这样子做牢不牢固，安不安全？就比如说下雨天和刮大风的时候，他能不能承受住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然后大哥说已经做了8代人都是这样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生存下的，只是说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长大以后就不愿意待在这种深山里面。然后他为什么继续待在这里面呢？是因为觉得怀旧，还有一个就是住在这里身体会更好，因为每天呼吸都是新鲜空气，特别的舒适，所以也不愿意去外面常待。但是我刚才看见大哥的这个精神面貌确实非常的好，腰杆也挺直的，对不对？不像那种老人家的样子。他今年有60多岁了，所以说最好的氧气真的就是大山里面的自然氧。你看这门口这个是棕树，这个棕树的一个棕叶呢，可以有时候可以把它摘下来当麻绳用，可以当麻绳用，挂点东西啊，秋点腊肉啊。好，我们继续这边，这个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是风车。风车就是比如说稻谷收回来以后，晾晒干净以后要通过在里面加工，然后这里转动起来以后，它把一些就是说杂物不好的稻谷把它从后面过滤出去，然后好的就从这边流出来。所以说这也是做这个稻谷收获以后，然后过滤的一个以前木质的一个机器。木质机器，所以说古代人的这种智慧是非常珍贵的。还有这个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下面看见的，就是稻谷收回来，从田里面第一步是把稻谷在里面敲打下来收获以后再拖回来再通过这个晾晒以后，通过这个风车里面把它过滤杂质出来，杂质就从这边出来，然后稻谷好的就从这里出来。你看这个水管，它也解决了大哥在上面用水的一个生计问题。碰见这个老人家，然后我们跟他聊了一下，然后去探寻了一下这么一个深山老林里面，他为什么都能在里面住下来，而且还住这么长时间。然后我问了他住了8代人哈，然后时间比较久，他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然后在上面我看了一下四周，比如说吃饭啊，都是用柴火来生火，然后还有这个水电啊都是有的，比较方便的，知道吗？所以说老人家说在上面的话还是比较舒服，因为上面的空气比较好，也比较安逸，所以说也不想到下面去，就是出行的时候稍微要步行，从这个大山里面走到外面去，要走1-2个小时，因为很多车子都进不来，也不方便。但是他还是比较向往住在这上面。那好了，今天我们带大家到大山里面探寻神秘住处已经结束哈。如果下次有更好的地方，或者你们有想更看的地方，
告诉我，我带你们去看贵州大山植处的美。再见。